寂静的夜晚总是会让人心生很多感慨，窗外皎洁的月光是否也曾经照亮过你回家的路？有听过这样一首歌，歌词是：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？事到如今只好祭奠吗？任岁月风干理想，再也找不回真的我。你曾经的愿望实现了吗？你走的路越多，见的人越多，欣赏的风景越多，似乎愈加迷失了自己的心。等到有一天，就像剥洋葱一样，剥到最后泪流满面。所以佛说，守住本心，方成大事。大家好，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今天小编要来和大家聊聊，能成大事的人都会有5种特征。如果你也是一位正在努力拼搏的人，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。1. 拥有强烈的好奇心。你所能拥有的一切都源自于探索，而探索的动力都源自于好奇。我们每一个人在孩童时都具有强烈的好奇心，这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为什么是这样？为什么不能那样？为什么会打雷下雨？为什么会有冬天夏天？为什么苹果会落在地上？可是在逐渐长大的过程中，很多人都丢失了自己的好奇心，而那些能成大事的人往往都保持着童年那种强烈的好奇。正是因为这种好奇驱使他们离开舒适圈，获得更多新知识，不断拓展自己的边界。没有好奇心的人通常不愿意动脑子，他们满足于待在舒适区，只做自己擅长的事情，不断重复过去的工作，活在过去的荣光里。而拥有好奇心的人就像一块海绵，不断吸收新的知识，获得更大的成长。他们总是关心更优秀的人是怎么做这件事儿的，这件事儿还能做得更好吗？这件事情背后的运行规律是什么？听到跟自己意见相左的观点，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反驳，而是产生强烈的兴趣。即便遇到让自己利益受损的事情，他们的好奇心也会压倒愤怒，去思考这个问题背后的逻辑是什么，解决问题的关键变量是什么，最优解法是什么。只要有所收获，他们就会获得巨大的满足。因为拥有强烈的好奇，所以他们在追求成长的道路上永不止步，也因此他们总是乐意接受更大的挑战。字节跳动的 CEO 张一鸣就是一个拥有强烈好奇心的人。他曾在采访中说，他刚刚参加工作时，虽然只是一个程序员，但是只要产品上遇到问题，他都会参与。即使有很多人告诉他这不是他应该做的事情，这都源自于他的好奇和兴趣，而不是公司的要求。慢慢的，他积累的技能越来越多，成长的速度越来越快。从带一个小组到一个小点的部门，再到一个大部门，后来出去自己创业。好奇心是驱动一个人进步的最大动力，也是我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的最大财富。它源于对自己知识缺口的敏感，以及填补缺口的强大动力和不断填补的巨大成就感。那如果已经丢失了孩童时的好奇心，我们还能再捡起来吗？当然可以。当你对做一件事情缺乏兴趣的时候，试试把内心的独白从这很无聊，这有什么用啊，改成我好奇如果我这么做了会怎么样。这是一个神奇的问题，也许能够帮你化无聊为有趣。2. 面对不确定性，选择拥抱而不是怀疑。大多数人宁愿拥有一个铁饭碗，一辈子旱涝保收，也不愿意踏出舒适区，拥抱一点不确定性，承担一点风险。人们厌恶不确定性，是因为厌恶不确定性背后巨大的风险。但是不确定性背后，除了巨大的风险，也可能是巨大的收益。能成大事的人在面对不确定性时有不同的风险观，他们并不是承担风险的能力更强，而是看待风险的视角不一样。他们不仅会把失败的损失看作风险，也会把错过的发展机会看作风险。所以在面对不确定性时，他们更容易选择拥抱而不是怀疑，因为拥抱比怀疑永远多一次机会。曾经有一位朋友，自己36岁，步入中年，要进入一个全新的行业，特别慌，怎么办？为什么会慌？因为害怕失去。
人到中年，除了上有老下有小，还有没还完的房贷和车贷，现金流不敢断，也不敢轻易离职，更别说换一个全新的行业了。中年人的慌张理解，但是能成大事的人也许并不是这么想的。他们会去思考，难道保持现状就能避免风险吗？未来行业会不会下行，项目会不会进入瓶颈，不去新行业的机会成本有多大？除了慌张，他们能够把不确定性转化为自己的优势，他们会主动学习领域之外的知识，了解和自己领域无关的业务，然后做好准备，在适当的时机进入一个全新的行业。在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，他们会选择主动拥抱不确定性，他们甚至会兴奋，相信未来有无限可能。事实上，世界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，不确定性就像空气一样，几乎永远存在。在可承受的范围内主动拥抱不确定性，对我们来说是很有好处的。3. 相比赚钱，他们有更大的目标和想象力。一些优秀的年轻人毕业的时候偏向于去选择国企、银行，因为能解决北京户口或者享受买房福利，这无可厚非。在一线城市能够有房有车有户口，已经是很多人想象中很好的生活了。但是你会发现，那些能成大事的人，他们的目标和想象力远不止于此。他们会发自内心地觉得，长远来看，只要我能够创造巨大的价值，那么车房户口早晚都会有的，这些都只是附带品。最关键的是，我要不断成长，积累自己的价值，让自己变得稀缺，有能力去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。所以他们不会在乎刚毕业几年的收入，他们在乎的是眼前的工作是否能给自己带来最大的成长。相反，如果毕业的时候你的目标就是在北京买一套房，早日攒起首付，那么你可能就会想尽办法赚钱攒钱，你的一切决策都聚焦在首付上。一个兼职哪怕没什么成长，只要能去赚钱就去做。一个很有价值的培训，但是要花不小一笔钱，那就选择放弃。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，短期收入不高，但是长期可能有巨大收益，不确定性太大了，还是算了吧。几年之后这样做确实攒了不少钱，看上去虽然赚了，但也可能是亏的，因为你放弃了不少成长的机会。这个世界很奇怪，你冲着钱去，却往往赚不到钱。这个世界也很公平，你选择了赚小钱，就反而赚不到大钱。所以想要成大事，就要有更大的目标和想象力，专注于创造价值，而不是创造财富。4. 延迟满足，极度自律。在接受采访时，张一鸣说，我最欣赏自身的特质是延迟满足感，而最大的延迟满足感是思维上的。我比较保守，比如很多公司花钱都是为了再融资，而我总是预留足够的钱。保守的本质是因为我很相信延迟满足感。如果一件事你觉得很好，你不妨再往后延迟一下，这会让你提高标准，同时留下了缓冲。很多人人生中一半的问题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。没有延迟满足感，延迟满足感本质是克服人性的弱点，而克服人性的弱点是为了更多的自由。以前我的投资人建议你应该尽快推广，但我觉得没准备好就会一直不做。事实上，直到你的竞争对手发力之前，都是你的窗口期。华为就是一家懂得延迟满足感的企业，他们花了大力气在研发上，这些都不是短期见效的事儿。在这个世界上，要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，其实大部分时候都是很平淡、很枯燥的。高光时刻只有取得阶段性成果的那几秒而已。就像走戈壁，去之前，你可以说你的内心被一种东西牵引着，你向往苍茫的戈壁。但是当你真的走在戈壁上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哪有什么东西在牵引着你。放眼望去，全是沙石，哪有什么大漠孤烟直的意境，更别说什么移步换景了。就算你徒步5个小时，景色也不会有一点变化，荒古人烟。你所能做的事情特别枯燥，就是迈完左脚再迈右脚。在这种时候，如果你懂得延迟满足，坚持长期主义，你就会不断鼓励自己坚持走下去。
那怎么才能做到延迟满足呢？当你觉得一件事情完成的特别好，准备见好就收的时候，不妨再等一等，看看后面是不是还藏着什么惊喜。当一件事情对你很重要，但是你又不想做的时候，不妨告诉自己，我先做10分钟试一试，看看会怎么样。一旦你真的去做了，你就会发现其实它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痛苦。5. 不怕犯错，善于自省。很多人不愿尝试做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情，有一个原因是害怕犯错。他们认为犯错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，这代表自己的能力不行。但是能成大事的人并不会这么想，他们会认为只要不是什么致命错误，犯一些小错反而是值得高兴的事，因为又有机会可以提升自己了。他们会从错误中学习，以便下一次能够做得更好。他们并不害怕别人觉得自己能力不行，反而会大方承认，是啊，我现在就是能力不行，但只要我不断总结和提升，我总有行的那一天。他们懂得成功要多从外部找原因，而失败要多从内部找原因，不怕犯错，善于自省，不断改进。这样的人没有天花板。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，拥有强烈的好奇心，这决定了你会不断拓展自己认知的边界。敢于拥抱不确定性，这能让你有机会碰到大机会，获得更大的成功。有更大的目标和想象力，这决定了你在面对短期收益的时候不会固步自封。延迟满足和极度自律，这决定了你在日复一日的枯燥中有耐心走完全程，不至于中途放弃。不怕犯错和善于自省，这能让你不断升级迭代，你的成长会比别人更快。这就是优秀人士身上的5个特质，与你共勉。